公元前87年2月，云阳五座宫。关中平原的早春透着一股渗进骨髓的阴冷，离宫的长廊里，炭火盆已经熄灭了几个时辰，空气中弥漫着浓烈刺鼻的草药味，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只属于衰老躯体的腥臭。寝殿正中央，刘彻安静地躺在榻上，2008块玉片以金丝、严丝合缝地拼接成一套金缕玉衣，沉甸甸地覆盖在这具曾经主宰帝国54年的躯体之上。这套冰冷的铠甲试图锁住一个时代。8岁的皇太子刘弗陵站在阴影里，还抱不动那方沉重的传国玉玺。在他身后站着4个表情如石刻般的男人。如果你认为汉武帝临终前交给霍光那幅周公辅成王图不过是一位迟暮老人对心腹的温情嘱托，那你就彻底读错了这场戏。在刘彻闭眼前的最后一次呼吸里，他亲手为大汉帝国安上了一个精密计算、相互锁死的4人辅政董事会。这不仅仅是一个权力分配方案，更是一座经过反复推演的活体捕鼠夹。今天我们来看汉武帝死后的第一场权力暗战，看霍光如何在那间充满腐臭气息的停尸房里悄无声息地开启他长达20年的代理人时代。汉武帝留下的这份辅政名单是对帝国核心资源的一次暴力切割。刘彻并不期待这4个人精诚合作，他的用意恰恰相反，他需要他们互为天敌。让我们逐一审计这4个组件的底层属性。霍光是皇权最纯粹的寄生体，他出入未央宫20余年，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族势力，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他的全部权限来自刘彻那个管理员账号的直接授权。脱离皇权，他在体制内几乎失去生存底座，但也正因如此，他是最理想的执行程序，没有独立的野心，只有对系统的绝对依附。金密堤是汉武帝安插的一道安全阀，这位匈奴王子连亲生儿子都能亲手处决，那是一场震惊朝野的弑子事件。只因儿子在宫中与宫女嬉戏，金密堤认为此举有辱君威，当场格杀，面不改色。他在长安的社交图谱近乎空白，价值观里只有一行代码：绝对忠诚。它是系统内置的杀毒程序，专门清除任何越权的念头。上官桀握着最原始的暴力资本，未央宫的宿卫军权，他是那个负责在关键时刻拔刀的人。没有法理，没有钱，只有刀。桑弘羊，帝国的首席财务官，盐铁官营政策的总设计师，他掌握着这架庞大机器的每一笔账目，是整个大汉唯一一个知道钱在哪儿、怎么流的人。没有他的签字，帝国财政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陷入休克，西域边塞的士族连口粮都会断绝。汉武帝的算盘冷酷而精准，霍光有法理无兵，上官桀有兵无钱，桑弘羊有钱无血缘背书，4股力量被强行关进同一个笼子，任何一人的越权企图都将触发另外3人的联合绞杀。这不是辅政，这是一座精心设计的活体囚笼。五座宫停灵的那几天，霍光表现得像一台没有情绪、只会执行葬礼程序的机器人。《汉书·霍光传》里有一段令人称奇的记载：霍光在辅政初期，每次入宫出宫，马车停在哪个位置，脚踩在哪块青砖上，20年如一日，分毫不差。这种近乎病态的精准背后，是一种极致而清醒的恐惧。此时的他正处于金密堤和桑弘羊的全天候扫描之下。桑弘羊是顶级技术官僚，在他眼里，霍光不过是个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好运管家，从骨子里看不起。上官桀则时刻盯着霍光的每一个动作，警惕他伸手触碰宿卫军权。霍光清楚自己此刻唯一的筹码，那幅周公辅成王图，但那只是一张入场券，不是兵符，更不是免死金牌。在汉武帝驾崩后的头48小时，他只做了一件事，亲自督办葬礼的每一个细节。他核对陪葬器的重量，监督金缕玉衣的丝线是否紧实，甚至清点了入殓时殿内点燃的香烛数量。这种看似卑微的内情，向外界传达着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我只是这套制度的忠实守护者，没有越权的野心。这种低功耗的运行姿态，让他成功穿透了桑弘羊和上官桀的扫描。他在等这套系统自然运行出第一道裂痕。僵局很快被外部冲击打破，汉武帝尸骨未寒，远在北方封地的燕王刘旦已经动了。作为刘彻存活的长子，刘旦的逻辑简单粗暴，父死子继，这是大汉的初始设定。立一个8岁幼童，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刘旦向长安派出了使者，
名义上是吊唁，实则是一次政治探测。他要试探这个新的权力中枢反应速度有多快，内部断层有多深。使者进京那天，腰间挂着沉重的青铜佩剑，脚步声震动了未央宫的石阶。面对这个外部变量，霍光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回击，以权臣身份直接封堵皇子，等于自曝擅权的政治破绽。他做的是联合金密堤，借助桑弘羊掌控的财政管道，以国丧期间财政吃紧为由，直接削减燕王封地的财政拨付。霍光把打压皇子的政治行动包装成维护帝国财政纪律的技术操作，桑弘羊为捍卫预算主权不得不配合，金密堤为执行先帝遗诏必须支持。燕王刘旦还没踏进长安城，资源包就被悄悄截断了。这次交锋让霍光确认了一条核心法则，在四重死锁的系统内，想要击倒对手，不能正面拔刀，要先修改对方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在这4个人里，霍光真正忌惮的从来不是手握刀柄的上官桀，而是那个手持算盘的桑弘羊。只要盐铁官营这套经济代码还在运行，桑弘羊就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他掌控着帝国境内食盐、铁器、酒类的绝对垄断。这意味着每一个农夫买锄头、称食盐，每一枚铜钱的流向，都在为桑弘羊的账本输送权威，都在强化他对这套系统的不可或缺性。没有桑弘羊的拨款，霍光连给未央宫卫士发薪的钱都凑不齐。想要真正控股大汉，必须先拆掉桑弘羊的经济底座。于是在汉武帝驾崩后不久，霍光主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大调研。他征召天下60余位儒生进京，在未央宫附近召开了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大辩论。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盐铁会议。那些满脑子儒家经义的生员们，在大殿上对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发起密集炮轰，核心指控只有4个字：与民争利。桑弘羊站在殿中，面对汹涌而来的道德审判，发出了冷笑。他心里有一本账，没有盐铁的垄断收益，凭什么北击匈奴？凭什么整治黄河？凭什么支撑西域那条万里防线？这看起来是一场学术路线之争，但骨子里是霍光蓄谋已久的认知战。他借助儒生的口水和朝野舆论，将桑弘羊的身份标签从强国功臣强行改写为祸国殃民的敛财机器。在这场辩论里，桑弘羊在事实和逻辑上所向披靡，却在道德叙事上节节败退，而他甚至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战场根本不在那座辩论大殿上。在大汉的权力系统里，当一个技术官僚被架上道德的审判台，他离被彻底出清就已经不远了。公元前87年岁末，霍光护送着8岁的汉昭帝回到未央宫时，4人辅政的表面和平已经碎裂成一地残片。桑弘羊的声誉在会议上遭受重创，上官桀因权力分配不均开始滋生怨恨，只有精密堤依然像一台没有情绪输出的精密仪器，以沉默的存在，维持着这套系统最后的低速运转。然而，在这个平衡即将倾覆的关键节点，一个不可抗拒的变量出现了，精密堤病了。这道大汉帝国最坚硬的安全阀，在10余年的超负荷运转之后，终于因为生命本身无可逆转的消耗，开始缓缓退出。当金密堤第一次无力站立的消息传进未央宫，霍光抬起头，望向宫殿漆黑深邃的屋顶，外面的早春寒风穿过长廊，发出低沉而尖锐的笑声。他知道了，这套4重死锁的精密系统正在进入不可逆的解体倒计时，而接下来属于大汉的历史将从这个残缺的集体领导框架里缓缓滑入一场最血腥也最孤独的单兵突围。霍光终于要开始了。